14年前，警方在一间公寓的浴室里发现了一具女性遗体，她是公寓的女主人，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姿势趴在冰冷的浴缸边。凶手是她的儿子。之后，儿子被送入了精神病医院，这间公寓就再也没有人居住了，一直空着。2020年，一对夫妻买下了这套公寓，而房屋出售文件上的签名竟然是房子的女主人。可她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但这并不是最恐怖的事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女主人的儿子即将出院，返回他的家。今天为你带来凶宅的故事。在美丽的贝加尔湖畔，有一座城市叫伊尔库茨克，它是西伯利亚重要的城市，人口大约60万。维亚切斯拉夫·德缅科夫就住在这里，他是一名酒类推销员，收入并不高。他与妻子奥尔加·德缅科娃一起12年了，却一直没有要孩子，因为妻子觉得如果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养育下一代太难了。伊尔库斯克的房价并不便宜，而且根据经验来看，房价只会越涨越高。2020年，两人终于攒下了一笔钱，可以支付一个小户型的首付款。于是他们决定在二手房市场寻找一套合适的小公寓。虽然房产中介的手续费很高，但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，他们找到了本地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商翡翠城。碰巧房产经纪刚刚收了一处房源，只有40平方米，但是位置很好，小区的四周有2所学校和一家医院，交通便利，很适合抚养孩子。于是他们来到了里亚比科瓦大街55号公寓楼。房子的内部很干净，两个人非常满意。他们又仔细地检查了房子的所有文件，在法律的意义上，这间房子的产权是非常明确的。他们又拜访了房子的邻居，邻居说房子空置了很久，除了浴室经常漏水以外，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于是他们办理了购房的抵押贷款，发放贷款的银行会对整个房源进行审核，没有问题才会提供贷款。而且夫妻发现，这个房产的上一任业主也是办理过抵押贷款的，所以这所房子有2次的银行背书，应该很安全。中介又是本地最大最正规的，本市的产权登记处提供的文件也显示，产权上没有其他人。于是夫妻两人以350万的价格买下了这处房产。虽然这个价格稍稍高出了市场价，但是没有更合适的房源了。不过在签约的当天发生了一些意外，银行突然要求提高首付金额的50%，而且要求购买人必须参保人寿保险和意外险。这些不合理的要求导致夫妻二人的预算超出了，但他们并没有产生疑心，而是向朋友借了一笔钱，坚持买下了这套公寓。这样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再也没有钱对房子进行装修了。他们只购置了最简单的家具就住了进来，与他们一起搬进来的还有一条流浪狗和一只流浪猫，都是在街上捡回来的。新的生活还是让他们很期待，接下来他们准备生一个可爱的宝宝。幸福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几个月，伊尔库斯克的秋天来临了。10月份的时候，气温已经降到了0°C以下，偶尔还会飘起雪花。奥尔加和丈夫躺在床上取暖，突然一名警察闯进了他们的家，询问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间公寓里。维亚切斯拉夫非常疑惑，他向警方出示了自己的购房合同，但是这名警察告诉他，这份购房合同是非法的，他可能涉嫌欺诈和以非法的手段占有他人的财产。房子的主人即将回来并收回他的房产。短短几天以后，维亚切斯拉夫就收到了起诉书，来到了法庭。法庭上，他终于知道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。这套房子原本属于瓦伦蒂娜，他与儿子奥列克住在这里。不幸的是，奥列克有一点精神异常，常常与母亲发生冲突，还将她关在门外，不许妈妈回家。整个小区的邻居都知道这件事。2011年12月19日这天，奥列克认识了一个女孩，他把这个女孩带回了家，想与她一起生活，但是遭到了母亲瓦伦蒂娜的反对。奥列克因此大发脾气。这个时候，女孩也看出了问题，她认为奥列克有些暴力倾向，所以他决定离开了这个公寓。奥列克为了挽留这个女孩，他说：“相信我，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”但是女孩还是跑掉了。奥列克认为一切都是妈妈的错，所以回到了公寓，将母亲拉进了浴室。悲剧就发生了。据邻居说，就连站在小区的门口都可以听见瓦伦蒂娜的尖叫声。好心的邻居替瓦伦蒂娜报了警，
但是当警察来的时候，一切已经晚了。在法庭上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证明瓦伦蒂娜的儿子患有精神障碍，被认定无刑事责任能力，所以被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住院治疗。在这之后，这套公寓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凶宅，再也没人住了，一直空置到2020年。在这一年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，他叫阿列克谢赫，他买下了这间公寓。在房产交易中心的记录里可以查到，卖家正是瓦伦蒂娜。但是瓦伦蒂娜此时已经死了9年了，儿子奥列格还在精神病医院里。瓦伦蒂娜不可能签署买卖合同，那么他是跟谁买的呢？想知道答案，就必须去找到阿列克谢赫。幸好在当地的居民管理部门有这个人的注册地址，就住在城外的一个村庄里。但是当调查人员赶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人在2020年以后就消失了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没有再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所以这条线索随着他的消失就断了。不过阿列克谢不是唯一买这间房子的人，在购房的2个星期以后，另一个叫奥尔加·谢克洛娃的女人又在阿列克谢的手里买下了这间房子。不过第2位买家他没有失踪，他不愿意过多的回应这件事。他提供了买房的正规合同，在房产中心有注册号，还有知名公证机构出示的公证书。总之，所有的文件都是合法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很快也将这套公寓出售了。第3个买家叫奥克萨娜·库兹米娜，与以往一样，他所有的购房手续全是正规合法的。不过，仅仅在6个月以后，这套公寓又被出售了。调查人员非常疑惑，询问他，如果整个交易都是合法的，那为什么要急着卖掉呢？一套房子又不是一个面包，为什么可以轻易的下决定呢？这个女孩说，原本她并不想卖掉这套房子，甚至还请人在装修。但是在装修的过程中，她了解到了这个房子的历史，这是一套凶宅。而且她还查到了奥列克这个人，他不但活着，还住在精神病医院里。所以即使她不害怕凶宅，但她害怕那个人回来。调查人员继续询问，他有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下一任买家呢？奥克萨娜说，如果我说这是一套凶宅，那么就不会有人高于市场价买它了。第4任买家就是目前住在房子里的德缅科夫夫妇，他们没有发现问题，邻居也没有告诉他们。关于这一点，调查人员也询问了邻居的观点。邻居们的确是有意的隐瞒了这件事，因为这间公寓一直空着，给邻居们造成了很多麻烦。比如这间公寓的浴室常常会漏水，有阴气森森的，没人愿意去修理，所以邻居们希望有人住在这里。而德缅科夫夫妇是一对正常的夫妻，看起来又很善良，喜欢小动物，这样好的夫妻让邻居们无法拒绝，所以对新来的夫妻保守了秘密。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真相后，德缅科夫夫妇呆坐在法庭冰冷的椅子上，嗓子好像被什么卡住了，说不出话，甚至在法庭上还向他们展示了10年前凶案的现场。丈夫维亚切斯拉夫说，案发现场虽然没有战争中那样残酷，但是战争我是在手机里看的，而那个案发现场就在我的家中，就在我的浴室里。从此以后，他们无法再接受使用浴室了。妻子奥尔加也不敢再住进这套公寓，她搬回了父母那里居住。渐渐的，丈夫维亚切斯拉夫也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。他搬到这里的时候才29岁，短短几个月，他已经老了许多。仅仅是凶宅还不是所有的问题，他们还要保护这套凶宅，因为法庭认为房子的女主人已经死了，她不可能出售和签署文件，所以第一次的交易是无效的。那么随后所有的交易都是无效的。如今女主人的儿子奥列克治疗已经有了成效，虽然没有痊愈，但医生认为他已经有了自理能力，所以即将出院。他拥有这套房子的所有产权，德缅科夫夫妇要搬出这里。不仅如此，他们银行抵押贷款依然生效，也就是需要继续偿还房贷。不过银行也做了重新的评估，他们认为抵押物的所属权发生了改变，所以要求德缅科夫夫妇一次性偿还全部贷款，并且包括所有的利息。即使他们能够分期还款，还要再增加一笔罚息。总之一句话，以前他们要为这套房子支付350万，现在需要支付超过400万。这就是德缅科夫夫妇的处境。
如果放弃这套房子，他们不但要偿还贷款，还要自己租房子住。如果争取这套房子的产权，他们就要住在凶宅里，而且妻子不敢走进浴室。房子的前主人奥列格正在接受最后的检查，几个月以后就会返回这里。活人比凶宅更可怕。德缅科夫夫妇无奈之下起诉了上一任买家，要追回房款。但是上一任买家已经明确表示，即使他败诉了，也无力偿还。而且这个交易会溯源到第一次交易，而第一次交易的双方，一个在10年前已经死在公寓里了，另一个在2年前失踪了。文件虽然清清楚楚，账却是一笔糊涂账。德缅科夫夫妇又向国家申请了赔偿，因为他们认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文件都是合法的，所以相关部门都负有责任。幸运的是，法庭也支持了德缅科夫夫妇的诉求，由财政部负责赔偿他们400万卢布，用于支付银行的贷款。但是财政部拒绝赔偿，反而将这对夫妻起诉了，认为他们的房产交易涉嫌欺诈。现在的这对夫妻，丈夫为了赚更多的钱偿还债务，已经去了其他城市，妻子还留在伊尔库茨克，她一边工作一边应诉。他们光是起诉的费用就高达10几万卢布，这个家庭早已无力支撑了，而贷款还有18年没有还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50岁了。律师的建议是让他们申请破产，在俄罗斯这是穷人的最后一条路。可是有人为他们计算过，他们需要缴纳38万卢布的费用才能宣布破产，因为俄罗斯的破产程序非常复杂，一般人没有经济能力申请破产保护。据统计，在俄罗斯有 80% 的破产申请者都是有一定资产和稳定收入的人，所以真正的穷人反而无法破产。现实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，所以究竟是凶宅可怕还是穷可怕呢？感谢听我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